来的挺快的嘛。这不是感应到你强烈想我的电波了吗？妆都没卸就来了。请你吃好的，随便点。那就让我来看看什么最贵。我一会儿点好了会叫你的。哎，温馨提示啊，美女主播要注意身材，低热量、低脂肪。哎，那看来只能点沙拉了。顺便给你节约点钱吧。虽然我现在是无业游民，这顿饭我还是请得起的。你那哪是无业游民啊？你这是要往高处飞了呀！唉，经过我妈这么一折腾，我能不能飞起来就不一定了。阿姨又怎么了？更年期还没有过呀？她明天要在我们家大摆宴席宴请安伦，这阵容啊，绝不绝后我不知道，空前是肯定的。为什么这么重视啊？理由是我爸公演的那次不是腰伤了吗？是安伦跑前跑后的忙活着。按道理来说吧，我家请他吃顿饭挺正常的，也是应该的。但我总觉得我妈醉翁之意不在酒呢，好像不只是想请他吃饭。阿姨这是想给你相亲，造成既定事实？其实，你并不在意阿姨的想法，也不在意安伦怎么看。你是因为宋阳才来找的我，对不对？要么怎么说我找对人了呢？你说这事儿我应不应该跟宋阳说呀？我觉得吧，告不告诉宋阳倒是其次，最主要的是你跟安伦之间。如果你们之间真的足够清白的话，那么任凭江叶阿姨使出浑身解数，也只是她的一厢情愿。但是问题好像是，安伦对你还是不死心吧？问题就在这儿呢。那他又不跟我挑明关系，我总不能像傻大姐一样跑过去问人家喜不喜欢我吧？可是，你真的就一点都不喜欢安伦吗？以前上学的时候吧，我确实挺崇拜安伦的，觉得他长相好、学习好、身材好，还会唱歌。后来知道他回国了之后，我也就是想让他在金融行业多带带我。我跟你保证，我对他真的没有非分之想，他真的不是我的菜啊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跟我保证什么？可能是我自身的原因让他误会什么了吧。但我真的只是视他为良师益友。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你别觉得我矫情，被人喜欢还在这装可怜。我是怕我跟他挑明关系之后，我们俩连朋友都做不成了，以后那更就没有办法共事了。但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直接跟安伦说。怎么跟他说呀？这个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如果是我告诉你的话，那就是我在拒绝安伦了。而且我觉得你比我更了解安伦，所以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找到更合适的方法的。唉，让我再想一想吧。我是怕，如果我不把这件事情告诉宋阳的话，宋阳过后知道会怪我的。那你直接跟宋阳说呀，你告诉他这件事，你正好还能看见他对你的态度。我要是能像你这样直接就好。唉，这句话就矫情了啊！一边有大明星爱着，一边还有安伦这样的熟男喜欢着，妥妥的电视剧女主角啊！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都不够。你马上也会有的。来，我祝你早日成为全公司最大主播。全公司？全国？不对，全球。这个目标有点大，但是谁让我是谭小新呢？保证完成任务。怎么样，要不要来一圈？我不骑了，你自己骑吧。怕什么？我当你教练上来吧。我真不骑了。没想到你骑得那么好啊！是不是很帅？
今天天气可真好啊！对啊，是啊，你看这太阳多刺眼，我还转过来看，是晒得我。现在的这一切，都让我感觉太不真实了，就像是一场梦，早晚都会醒过来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就像现在这样，只要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肯定会出现在你的身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就想跟你分享我的过去，还有我所有的经历，哪怕是我心里面仅有的一点点的小秘密。对你我都隐藏不住，你是不是应该对我说点什么？让我想想啊，我是不是有点孩子气？有时候还有点粘人。我有粘人病，我也就对你跟丁老师有一点点。你看我对外面的人。我永远都是这种状态，但我对你跟丁老师没有，因为我在你们的面前永远不会装出一副很成熟、很淡定、很稳重的样子，永远都是一个很真实的。所以你不能嫌弃我，你也不能讨厌我，因为我在你的面前是全世界最真实、最可爱的模样，所以，就算以后我暴露了我的缺点，或者是我有一些弱点，你抓住的，你也不能嫌弃我。那你也不准嫌弃我。还有啊，我明天怎么了？终于不用加班了。我以为你得跟我说点什么很浪漫的呀，带点爱意。太失望了，骑马骑得那么帅，也不夸一夸我。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呀，没有浪漫。有你的美颜，做我的唯一，欣赏你的美，阅读着你的唇语，就让多半分明，让我为你着迷，在内心深处亲你，听我说，我爱你给我的简单，爱你分享的动漫，与人说话的委婉，让爱继续蔓延，填满了我的空白，有了不同的色彩，我爱你给我的爱，因为你将我绝不会放手，是你对我的承诺，我守护你的脆弱，只为你这么做，爱你到灵魂深处，不会给自己退路，我知道你也会全心全意全心的走。宋阳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你说。那我跟你说了，你不许胡思乱想，也不许生气。行，你别吊我胃口，你越这样我越胡思乱想。你说吧。我妈明天要请艾伦去我家里吃饭，理由是什么呢？是为了感谢他，因为之前父与子的那一次，我爸不是腰伤了吗？是艾伦把他送到医院的，你知道的。就这？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
你想让我说什么吗？我之前一直犹豫要不要跟你说，首先我是怕你误会我跟安伦的关系，其次我是怕你误会我妈。你说你这个脑子天天想那么多，你累不累啊？我跟你说，阿姨就算误会我也能理解的，或者对我有别的想法，我都能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你妈妈，她担心你，她为了你好。而且，你看你现在的状态，纠结，怕我想太多，这说明你在乎我。就这一点对我来说就足够了。还有，默默，你是我的女人，谁都抢不走。我的永远是我的。罗夏，罗夏，罗夏，你开门！罗夏，哟，姜老师，您在家呢？方便吗？我进去跟您聊聊。我这正准备睡觉呢，真是特别要紧的事儿啊！不是，默默给阿姨倒杯水。哎呦，阿姨不用，叫姐姐就行。这不好意思啊，我还以为是谁敲我们家门呢，我不知道你是来找罗夏的，你就当我没看见。没事，看到也没事儿。我现在跟罗夏呀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谢谢啊，默默。姜老师，我想问您个事儿。哎，我听说罗夏马上就不当团长了，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呀。是吗？哦，你是谁说的？我就问问，您没听说啊？不能吧？哎呦，我就说嘛，哪个急功近利的人现在要当团长，这也太缺德了。你要说这罗夏，怎么着也是刚帮团里面拿了一个奖，这奖杯还没捂热呢，就有人想摘桃子，不合适吧？这贼心也太明显了。罗夏让你来的？您也看到了，我都找不着他人在哪儿。哎，这个骗子！他试探我呢，是吧？就是啊，我就说哪个不知好歹的人现在想要跟罗夏争团长啊？那个不知好歹的人就是我们家丁可芒。丁老师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姜老师，您看我这张嘴，我就是随便说说的，您别介意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家丁克王也不是不知好歹，是上面的人非得让他当。你要是怪，你就找上面的人去啊。我们家丁克王不想当就不当，想当还真没有人跟他争，还轮不着别人说三道四。是，丁老师要当的也绝对没问题，对吧？那我没什么事儿了，姜老师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看水都没喝。哎，不喝，谢谢。来洗水果。哎，不用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我也不送了啊。哎，好嘞。哎。
河水是不是知道罗夏不当团长了？肯定是赵小普告诉他的。赵小普怎么知道的呀？我跟他说的。你没事跟他说这干嘛呀？赵小普在食堂把你爸说的一无是处，我不应该怼他吗？所以你就把组织赵我爸的事说出去了？我不该说吗？哎，你们俩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赵小普指着我的鼻子呢骂，那难道我要脱面自干呀？脱面自干？那人赵小普他指着我鼻子骂了，难道还要我脱面自？我就知道你是这表情，你是无声的抗议吗？我做错了吗？哎呦妈，我困了，有什么事要不咱明天再说吧？不能。哎呀，您说了就说了嘛，又没有人怪你。谁怪不怪跟我没关系。我问你，明天我请阿伦吃饭，你是不是告诉松阳了？您不是就请了阿伦吗？你还请松阳啦？我请松阳，他没那资格。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不是告诉松阳了？说了。是你主动说的，还是他主动问的？那谁主动，结果不都一样吗？那后来他什么反应啊？妈，要不然我给松阳拨个电话，你问问他什么想法。早点睡觉，不许熬夜。明天不许怠慢安伦。知道啦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赶紧睡觉，不许熬夜。明天安伦来了。来了，哎，团长，来，怎么样啊？您没主动问？嗨，就算是老丁真的当了团长，我也没办法。哎呀，那不行呀，那您这3年不是白带了吗？再说了，丁老师就算业务好，他也不是干团长的料啊。那个小波，这个事儿咱们能不能待会儿上班再说，好吗？哎，不是团长，您听我说哈，您看这职称的事儿，轮也该轮到我了呀。我都想过了，就算丁老师他真能当上，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，所以我这职称的事儿还得您帮我多费费心。团长，听我说，东西我不能收。如果我是继续当团长的话，那都好说。真要是不是我，那不行，团长，您得主动争取，加油。我们永远都支持你，团长。你们，都是谁呀？哎呀，最起码我支持你啊，团长。不行，拿着，团长。不，我都买了，你看。我真不能收，你让我犯错误。没多少，我都买了，没多少钱。对不起啊。你就穿这个呀？哎呦，每天都见面，不用那么讲。今天不一样嘛，你给他打电话看他到哪儿了，别回头走错地儿。我刚给他打完电话，他说他马上就到了。啊，是吗？那你赶紧下楼去接一趟去。他来剧团也不是1次2次了，接什么呀？能找到。这么着，可忙？你看看默默，要不你下去扔一扔？就是的，能一样吗？快去！哎，听见没？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。哎，诚意满满啊！诚意满满。来啦！哎，进来吧。哟，来了！快，换鞋吧。不用，看看人家这叫文明，他就换鞋，那谁就不知道换。来，快，我帮你。请。好。阿姨，这花是送给您的，祝您像花儿一样永远美丽。
哎呦喂，你看看，真说到心坎儿里了，谢谢你啊，安伦。来，坐吧，一会儿找一花瓶给我搁上啊。好。丁老师，我给您准备了礼物。我知道您腰不好，这个是康复保健的腰带，谢谢你，对恢复腰特别有帮助。好，你看看这个，哎呦，真好，真好，哎呦，真细心呢。你看看，沫沫比你上次买的那好多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真细心呢。安总监，谢谢你啊。什么总监又不是在公司，这不是在家吗？就叫安伦名字吧，合适吗？你说？合适，就叫安伦，显着亲切。对，你看显得亲切。安伦，喝什么？茶还是？我都行，都行。那个江爷，你呀，你坐这儿，你来陪安伦，我去厨房忙着忙。我去弄茶。哎呦，您腰不好，我。哎，没事，我们家厨房小，让他们去。来，走。好，您看看。哎呀，听说特别好，也是朋友介绍的。天然乳胶啊。是的。爸，你说我妈这么热情，安伦会不会放不开呀？他见多识广的，没事。你听他刚刚那笑声了吗？我起一身鸡皮疙瘩。主要是咱俩跟他太热了啊。以后他要说什么过分的话，你帮我收着点。这么过分了？你也知道，他一直都想乱点营养谱，这不是人来了。那就注意。那我就靠你了啊！天然乳胶啊，真好哎，质量特别好，您试试。行，真细心。来，我过去看看。啊，不用。哎呀，你就让他一个人忙就行。丁老师，我来帮您吧。看看人还是会做家务活呢。哎呀，你看，你也不知道你干什么，真搭把手。哎呀，你看，你不用弄这个了。哎呀，我来摘菜。快给安伦把那个围裙带上。自己带呗。安伦，带围裙，小心回头溅上菜汁。哎，好嘞。啊，那给你。谢谢啊。你帮着记一下去，哎。啊，没事，行。回来还让你做家务事儿，真不好意思。没事，应该的。真能干。谢谢啊。你别这样行吗？我俩是上下级关系，你这么一弄，以后见面多尴尬呀！你这马上就不是上下级了呀。妈啊，你是艺术家大明星，这都21世纪了，你还不好办婚姻呢？过不了2年，你就知道我现在坐在这儿为你离苦得乐。你能不能尊重点我的想法？安伦差哪儿了？他是不差，他很完美。就是，那你还不乐意？那所有优秀的都适合我呀。也行。谁呀？谁呀？罗夏。来啦！哎，我来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来蹭点饭。安伦来了吗？你哪天过来蹭饭不好，偏今天过来。谁来了？哎，阿姨，哎，来，我给你买的。哎嗨，今天家里来客人，真是不巧。你丁老师正在厨房里忙呢。你要是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儿，改天再行。不是，阿姨是这样，我这次来啊，我不是因为电影工作上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太久没吃丁老师做了饭，甚至想念，而且这2天没吃饱，肚子正好过来蹭点饭吃。那还得现在差不多了。哎呀，安总，啊，安总监啊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哎，宋阳，你也不是第一回来，你就上那儿坐着喝水去吧，让厨房让他们忙就行了。不是，丁老师不是腰不好吗？我多帮忙。哎呀，你也不会，你就上歇着去。虽然我不会，但是你看安总监不是在这儿吗？他指哪儿我就能打哪儿，绝对没问题，你相信我。那啥，安伦，你说头一回来就让你下厨，谢谢你啊，没事，应该的。你喝咖啡还是喝茶呀？都行。哎，那个我喝点茶。啊，这儿呢，去，默默给安伦沏杯咖啡吧。哎，那个你别忙活了，你休息，你这个腰啊，您歇会儿，我来就行了。行，我来，都交给我跟安总监啊。来，你有什么直接吩咐我。来，嗨，茶会吗？来，那个，哎。安总监，你说人家那孩子真是出得厅堂，下得厨房哈，这孩子真能干。你试，让你试试啊！感谢一下你对他的指导。拿块牛排。什么？
牛排。牛排，拿块牛排嘛，在哪儿呢？啊，牛排啊。在冰箱里，你看看。业务挺熟，业务还挺熟。这行吗？行，吃几分熟啊？几分熟，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不是特别的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哎，默默，你是几分熟来着？哦，那我吃啊，7分，我知道。你看我多了解。安总，其实我也挺喜欢吃牛排的，能我来个5分熟的行不行？再拿一块吧。行。我也比较喜欢吃牛排啊。伯伯，提前庆祝了这是？啊？这些日子，松阳是经常上我们家来的，我也就不拿他当外人了。那个什么，我们大家伙一起欢迎安伦的到来吧。对，谢谢。我跟默默欢迎安总监莅临寒舍。哎，快吃一会儿。你们尝尝，吃好。哎，我听默默说你在大学的时候主修的是金融，然后你把那个历史也都兼修了，还都拿到那个学位了。嗨，我就是感兴趣，没什么。哎呀，真好。松阳，你真得好好跟人家这个安伦学学，门门通，门门精。你说咱这以后你这专业上是不是也得往这个精通上走啊？是吧？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但是那个，我不是有默默在我身边吗？他可以辅导我，所以任何的阻碍、困难我都可以突破。阿伦，哎，我还得感谢你，默默在你那儿，你就多照顾他，谢谢。哎呦，他聪明，别这么客气啊。哎呦，弄一身油，我带你洗洗去。啊，蹭了一身油。来，欢迎。你要不要早点回去啊？你怕我受伤啊？我妈她那人你也知道，说话就那样。你妈说的也没错，我跟安伦确实不是在一个领域啊。你真的不在意？我是那种玻璃心的人，你放心吧。啊，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。气，孩子气。我承认，我来之前确实有点吃醋，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一直在想这事。但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因为你对这个安伦本来就是那种单纯的友情，你懂我什么意思？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到底要不要来。反复考虑了半天，最终还是来了。满意了？走吧。这个秦始皇的说法呀，还是比较统一的。不管是历史上的一些记载呢，还是百度词条上的记录，都说他是第一个完成全国统一的铁腕政治家。但我认为啊，不准确，他并没有完成华夏统一这件事儿。是不准确。我上学的时候记得书里说过，秦始皇是在公元前221年灭六国的。灭六国没错，他还南平百越，北击匈奴，这太多了。说他是铁腕政治家呢，我觉得没毛病。但是你要说他是统一的华夏，我认为差点意思。有一个小国他就没灭掉，那就是魏国。你看看，我没说错吧？你说这安伦他这知识面可真广哈。所以呀，这个人的魅力呀，它来自于各方面，光有脸蛋儿是不行的，是吧？也没用。那个所以说呀，得熟读历史。是。哎，是吧，松阳？啊？安伦说的对，是。魏国确实不是被秦始皇灭掉的，而是被他的小儿子胡亥在公元209
那一年被杀了。这你也知道？阿姨，那会儿我不是拍过一个跟秦始皇有关的戏吗？然后我一拍完，我就对这个很感兴趣，我立马开始钻研，因为我比较爱学习，我很有文化。其实，对，其实我们这个职业呢，要做到杂家，案头工作一定要做到仔细。其实我们这个行当，拼到最后就是文化。是的，对。所以说，安伦他确实是知识面广。嗨，哎，那你说这秦始皇这么厉害，那他为什么没把那小国给灭了呢？我想大概是轻敌了吧。哦，不对，是情谊和掌握。你说说。秦始皇之所以没有把魏国灭掉，是因为吕不韦和商鞅，他们两个人虽然都是魏国人，但一个被秦国重用，另一个是秦始皇敬佩的人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里面是有情谊在的。另外，对于强大的秦国而言，他怎么会把魏国放在眼里？魏国对秦国造成不了任何的威胁，所以就没有把魏国给灭掉。情谊，也对，对。你没想到的多，我也多，咱们可以互相交流嘛。对，别光说话了，赶紧吃吧，一会儿都凉了。这么好吃的牛排，多吃点啊！对，边吃边聊也可以。你还知道点什么？咱们再聊点《三国演义》那方面，你喜欢？您尝尝我做的鱼。来，默默，你尝尝这虾，你多吃点啊。要我给你剥一个吗？真受我妈影响了？妈没有。那还一点不高兴。你说这个安伦，他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优秀。是啊，他一直都是这样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型学霸，学校里的风云人物。迷妹从高中、大学到公司就没断过，我都习惯了。不过我觉得他太完美了，我配不上他。他太完美了，学霸又能怎么样？学习好怎么？在学校里是风云人物又怎么样？我是什么？我人格魅力型的。我走在马路上，除了人看我，小动物也爱看我，什么都会被我吸引。我这个人吧，大大咧咧的，脾气又不好，又不会做家务，缺点太多了。所以我需要一个善良可爱的男孩。虽然吧，他愿意吃醋，但是我喜欢呀。另外，他的厨艺要不如我，英语要不如我。不过，看在他英俊帅气的份上，我就都原谅。你放心吧，就算我什么都如你，我在你的面前，我也什么都不会如你的。这样吧。我想跟你聊两句。松阳的事吧。这个默默跟松阳在一起，你反对我能理解啊，但是今天你不能那么针对松阳，人家也是有自尊心的。他有自尊心，今天我可真没看出来。首先他自己不请自来吧，还编一个上这来蹭饭。蹭饭可以，蹭饭你得有蹭饭的觉悟吧？他那是来蹭饭吗？他分明就来搅局添堵。好好一顿饭，就因为他吃的明争暗斗的，跟宫斗戏似的。你想想，今天的男主演是人家安伦，他一个蹭饭的，处心积虑的跟人家那男主演抢戏，还老想处处压人一头，这不成了那子与父与父与子如出一辙啊？什么呀？舞台上演戏稀松，生活当中还演成戏精了，爆棚。你呀，对松阳成见太深。
是这样，要不是他跟咱沫沫纠缠不清，我也不会这么对他。我知道你会说松阳没有那么不堪，他最近进步也非常非常大。可是，你看，跟安伦一比，高下立判。你说咱沫沫也不知道被松阳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，还处处都维护着他。你说，你这么拦着他们两个人，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啊，万一今后他们俩真好了，你怎么办？万一他们俩好了，那是他们的事儿。我不接受松阳，那是我的事儿，不碍事儿啊。你曾经明确表示过，说我们两个人就给建议，对吧？那么到现在你怎么成了大包大揽了？不是，那你看，今天松阳是不是就把他所有的缺点都暴露了？肤浅、自私、任性、冲动、争强好胜，还争风吃醋，这在情感和婚姻当中都是大忌讳呀。那你说，他配得上咱沫沫吗？啊？哎，我这问你话呢吗？这不是啊？绝对配不上。到了。喂，我这么大老远送你回来，你不谢谢我呀？松阳，我真生气了。你说的很对，我确实不该去你家，是我太冲动。我妈今天确实不应该那样对你，我替她跟你道歉。其实阿姨这么对我都想到了，只是我自己没想到。你说我这个心理承受压力、承受能力，怎么就这么一点呢？而且，你夹在我跟他之间那么为难的样子，我就更后悔来你家了。我实在是，松阳，我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啊。阿姨请安伦吃饭，用意我都看出来了。这个安伦他优秀在哪儿，我也确实是看出来了那么一点点。你说我心能不乱？后来我调整了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，知道是什么吗？我松阳的女人，如果跟我在一起的同时爱上了别的男人，那我只能说我松阳魅力不够，确实那个男人比我优秀，那我只能放弃，我不会挣扎。可是呢，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，因为我很优秀，我很有魅力，你是绝对不会碰的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的意思是我们的爱情本来就像一场马拉松，但突然变成了短跑赛，你不适应了。那我能适应吗？跑着跑着，我塞一人塞我前面了。但是有一点你没明白，不管是马拉松还是短跑赛，运动员就只有你跟我，没有其他人。那他不也给硬塞进来了？没有硬塞进来的人，我不需要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把他给踹出去。那就这样吧。可是我心里还是有点难受。你看我现在有多伤心，多难过。那怎么办啊？需要安慰啊。好了吗？一点点。一点点。这下好了吧？好多了。你别太过分啊！就差一点，我就马上开心。
滚下去吧。行，那我真的走了啊。走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嚯，这个乡里边挺热闹。嗨，默默的同事，还有这个松阳。哦，是家里有什么喜事吧？什么喜事？哎呀，有时间吗？聊聊。嗨，我要是家具咱2点一线，手机24小时开机，随时啊。那换个地儿。好。有人奔走在年复一年的期望，有人掩饰着转瞬即逝的回望，有人跃跃欲试，却遇到猝不及防。几番风雨，几番风雨，又再重逢了阳光。有人笃定这古房子上的模样，有人踉跄着海市蜃楼里登场，有人笑说无妨，迎几场翻身的仗，也在漫长，也在漫长追寻启明的星光。人夫之间总有希望涌现，不过就是一边感悟一边体验。人生啊，纸上得来终觉得浅，没有经历苦辣酸甜，何来一步登天？人夫之间总有希望涌现，终究是那一边闯荡一边修炼。光环啊，无非年华磨成了茧，巨浪淘沙带着初心回归。